大家好，我是小金。记得以前呢去连线采访非法渡海来台的新闻时，哇，奇怪，那个室内怎么会弥漫着一股不知道是什么的怪味呢？原来这些女孩子，她们一群人躲在船舱内，空间很狭小，通风又不良，这途中呢就有人晕船了，所以呢才会让每个人身上都有着难闻的怪味。不过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这些主角们他们不是躲在船舱哦，而是躲在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而且随时都可能会掉进海里去呢。到底是躲在哪里了？而他们本来要前往的国度，那个地方还曾经是作家三毛的故居地呢。你有吃过洋葱做的零嘴吗？来，你看看这一片片嘛，都还看得出来像是洋葱的切片呢，口感非常酥脆，味道给它很洋葱，但是却没有辛辣感哦。就算你平常不敢吃洋葱，你也会对这个洋葱脆片赞不绝口啊。还有这个噔噔，那就是古早味黑糖地瓜酥啦，用的是台农57号地瓜，金黄酥脆，充满着地瓜香，但是吃起来却不会太甜腻哦。这种你可没有吃过吧？这么帅气，到底要去哪里买呢？赶快点开影片下面的详细资讯哦。拉回来，话说故事中的主角4个男子，他们没有买通船老大，而是在船老大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偷偷躲到了货轮上。他们是从西非的奈及利亚登船后，希望跟着这艘船一路前进到欧洲去，但是没想到他们居然是躲在这里。没错，看清楚一点，就是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躲在那个船舵的上方，很狭小的一个平台啊！天哪，这里居然可以躲人吗？这样子不会掉下去吗？你以为躲在船舵的这4名男子彼此是好朋友，可以互相照顾吗？那你就错了。其中一个叫 Friday 的男子，他就说了，当渔民划船把他送到货轮的船舵时，他很惊讶的是，竟然已经有另外3个人在船舵那里了。但是这个空间这么狭窄，会不会人太多挤到掉下去呢？甚至 Friday 更担心的是，另外3个人会不会联手把他丢进海里去啊？到底他可不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呢？不止这样 ，Friday 更要担心的还有这2个。第一个呢，那就是货轮的船员了。万一他们这几个人被发现藏身在这里，搞不好呢也是会被船员扔到海里去，大海就会变成他们的坟场了。所以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几个人呢几乎都是不讲话的，也不让自己发出任何的声响。第二个要担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海里面的鲨鱼啊，因为呢只要你低头往下看，就可以看到鲨鱼或是金鱼在底下游来游去的。所以呢，为了要避免成为鲨鱼的餐点，他们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船舵的周围架起了一张网子，而且用绳子呢把自己固定在网子上，避免一个不小心或是睡觉时就掉到海里去了。但是他们面临的挑战还不止这样，因为他们竟然搭错货轮了。刚刚说了，他们本来的目标是要偷渡到欧洲去，因为北非旁边就有一个加那利群岛。这个地方虽然是靠近北非，但它其实是隶属于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区，所以它成为很多西非人民逃离故乡后的第一个首选国度。不止如此啊，加那利群岛因为风景秀丽迷人，也是欧洲人超爱的度假胜地。作家三毛也在这个神秘遥远的大西洋明珠上定居创作了许多年的时间。话说回来，那如果是要到加那利群岛，咦，那应该是在航行11天的时候也该靠岸了。可是这个货轮怎么还继续在大海上航行呢？船到底是要开到哪里呀？这个时候4个人又遇到大考验了，因为他们所携带的粮食跟水都已经吃完喝完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渴到一个不行的状态时，只好喝自己的尿液，还有喝海水了。而且你以为偷渡就是在休息睡觉吗？不是哦，他们一直处在很疲惫的状态，因为一方面这个船舵的空间实在太狭小了，再来就是引擎的声音实在太大声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最后终于在喝尿、喝海水喝了4天之后，也就是航行14天时，货轮终于靠岸了。这个时候到底船是开到哪里了？而且这时竟然还有2个人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当货轮一靠港，他们才知道原来货轮是开到了南美洲的巴西维多利亚港啊！他们坐在船舵上，居然横越了整个大西洋，长达5600公里远呢！他们自己都被吓到了。但是这趟旅程这么辛苦，一边提心吊胆，一边害怕发抖的撑过14天后，居然有2个人说他们不玩了，要打道回府，返回奈及利亚。所以呢，最后只剩下了 Friday 和另外1个人决定要留在巴西申请庇护了。可是呢，话说回来，到底为什么要
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逃离原先的母国呢？主要就是因为奈及利亚失业问题太严重了，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赚钱养家，再加上通膨飙升、物价飞涨，基层的人民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像刚刚说的 Friday， 他过去就已经试过偷渡，但是却失败被捕。这次呢，已经是他第2次这样做了。他希望有一天是可以把家人都接到巴西来相聚的。如果你是 Friday， 你会怎么做呢？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哦。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了，欢迎把故事分享出去，还有给我们按赞、按订阅哦。下次见了，拜拜。